感谢小伙伴的支持，非常感谢。大家好，这里是风琴佑，大家都应该稍微了解到六转的斗士的强度了吧？还没有的小伙伴也没关系，这期影片我会给大家详细讲解六转斗士中有什么技能值得拉满，各种不同流派的技能搭配，以及我最常用的技能搭配。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吧。如果不点个赞，我把你裤子给你扒了。每一个技能的介绍，我就不在这里多浪费时间了，大家自己去我的六转斗士技能前瞻去看。懒得看影片的，也可以去我的 Discord 翻，全技能不朽，群链接在简介和评论区。那我们就直接从技能升级优先级开始吧。首先，大家需要知道，值得投资的技能中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只吃技能百分比加成的机制类技能，阶级越高越好，但是到不朽就没必要继续升阶了。另一种是不仅吃百分比伤害，还吃固定值的数值类技能，这类技能则是值得在不朽阶级以后继续升星的。第一种值得投资的机制类六转技能中有断罪魔印以及浴血狂燃。没错，只有两个技能。我曾经还笑话过浴血狂燃这个秘法，没想到它才是整个六转的核心。这两个技能的机制优秀，但是基础数值过低，所以只需要到不朽就可以了。第二种值得拉满的技能中有浴火直拳、剑雨狂袭。这里要说一下，剑雨狂袭在单体上微微低于瞬影剑舞，但是剑雨狂袭对群更优秀，所以大部分情况下瞬影剑舞是为烈焰火种提供伤害用的。客观来说，浴火之拳、剑雨狂袭以及浴血狂燃这三个技能是整个六转中核心的核心，和四转的强袭以及火舞之间的关系一样。这里我依旧推荐大家优先以秘法为主，其次才是战技。物理玩家除了要升级上面的技能以外，锋锐之势也要提升。当然，如果可以，还是建议物理玩家可以感受一下法斗的快乐。很多比较关注六转斗士的玩家可能会担心浴血狂燃的削弱，但是根据策划之前对命魂守护、咒术爆破以及咒石明铠这三个技能优化的尿性，保守估计就算是削弱后面也会进行返还自选技能的，所以该投资就投资。浴火之拳因为是数值怪，所以能拉满尽量拉满。剑雨狂袭则是因为不仅本身倍率出色，而且因为速度能增伤的缘故，让在竞技场中最重要的速度，在搭配速行风舞的情况下有额外增伤。端罪魔印的效果在越级打怪上面没有绝气斩优秀，但是圣手以及混沌中是必备的，相当于曾经火焰随身的地位。像瞬影剑舞其实不太吃技能阶级，它主要是为烈火之众服务的。不信邪的可以自己多看看战后数据。至于其他技能，其实就我目前来看，能使用的场合基本上都没有。不过我在一会的影片内容当中也会提到一些技能搭配以及用途，不要担心。目前斗士六转的主要核心玩法是以浴血狂燃为主的3回合玩法，无论你是法斗还是物理斗士，浴血狂燃都是核心中的核心。可以说已经核心到了物理斗士哪怕不带强袭破甲也要带3秒真男人的程度了。由于浴血狂燃的伤害提升不限于战技，所以即使你是以秘法为主的玩家，也可以携带浴血狂燃，而这也是浴血狂燃如此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像我这把单人测试的结果中，2转的火焰随身光在只有我的情况下就能打出5转的火种80%的伤害量，可以说在副本中的效果不会更差，尤其是多个斗士都携带剑舞的时候。然后这个秘法和竹林仙君高度绑定，因为只用竹林仙君才能让你的1回合冷却技能吃到2次浴血狂燃，所以如果你是围绕着浴血狂燃进行搭配的，那么
暗夜帝王和晨曦天使就可以下岗了，甚至在竞技场都不需要天使了。有多的结缘水晶的玩家可以考虑把熊猫拉到不朽，增伤明显，推图好用，并且不会像暗夜那样出现基础素质跟不上的情况。处决流目前的缺陷就是战绩的连击数量被限制在了最多6下，数值本身并不低。我刚刚转职的第一天，一个不朽锋锐之士就能提供41.1万的物理精通，相当于80%的物理伤害加成，以及平均10%的伤害提升，甚至不比浴血狂燃低多少，还没有疲软期。不过不得不说，这个高额精通也顺利把裁决给开，重新带上了舞台。你别不相信，6转的追路之刃测下来，只比3转的裁决之刃高20%左右的伤害。不过实话实说，裁决在6转能用到的地方基本上没有，主要原因还是刚刚提到的，因为战绩的连击数量的限制，导致很大一部分伤害实际上依旧来自战绩，让玩家不得不携带强袭破甲。但话又说回来，如果可以，还是会推荐大家玩法斗，因为差距真的特别大。然后我自己也是研究出了自己喜欢的一整套玩法，就是以修罗之手加浴火之拳为核心的岩拳玩法，用修罗之手和另一个增伤秘法去代替剑舞和火种，提升自己前3回合对大型怪物的伤害。因为在高甲怪物这里，我认为靠秘法打伤害是不现实的，所以我选择进一步提升伤害占比最高的战绩，吃强袭破甲。这并不是我随便搭配的，这个玩法也是让我以战力第4的排名在羁绊冒险的榜一待了好一阵子。我这个搭配方式在圣兽和竞技场中也很好用，这里给大家种个草，不收费，但向大家要一个点赞，应该不过分吧？不过为了让自身战斗力最大化，这里我会推荐大家在把6转的关键技能拿到不朽以后，再把次要技能也拉到不朽，也就是4转的破魂绝刃、5转的傲视强敌以及3转的修罗之手。在我的测试下，目前还没有除了剑与狂喜以外的技能可以达到浴火之拳70%的输出量。即使是已经不朽8星的流刃火舞，在对比只有不朽2星的浴火之拳下，也只有1半的伤害而已。所以如果你对我的搭配感兴趣，可以自己试一试，然后在评论区分享你使用以后的感受。当然，上面所有玩法以及不同场合下的技能搭配，我都会放在我的 Discord 当中，并且会随着游玩进度进行实时更新。链接我会放在简介和评论区，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影片毕竟不能随时修改，就跟大家讲讲思路。到后面，如果真的有什么可以万年不变的搭配，一直能在哈帕迪中使用，我也会单独出一期影片。然后就聊一下肉斗好了。这个赛季的肉斗依旧是可以玩的，毕竟战绩超标的伤害就在那里。但是实话实说，效果并没有全输出好用。不仅是因为哈帕迪的怪物伤害增加的太多了，主要原因还是斗士所有的减伤类法都是相同的，不能叠加的减伤，而不像骑士那样又是减少对面伤害，又是格挡减伤，又是伤害减少，这类可以叠加属性的减伤。而6转斗士本身没有什么新的好用抗伤秘法，基本就是在吃2转3转减伤技能的老底，相当于无法吃到6转斗士最大的红利，也就是浴血狂燃搭配超标数值的组合。下面就聊一下剩下几个6转技能吧。像绝缘斩和隐喻千伏这2个技能也很出色，但是更多是用来在特定场合中使用的。虽然隐喻千伏的攻击方式并不是很人性化，但依旧是速刷中灭却的上位代替。恶使之铠我就不多讲了，大家都知道是做什么用的。破世之力和飓风战衣目前表现是整个6转技能组中表现最不出色的。目前6转斗士最不缺的就是增伤了，而破世之力的增伤在这中间显得有点班门弄斧了。这个绿色秘法更是意义不明，建议大家试都不要试，除非你在赌7转斗士来一波大的风球流。从最早的2转出3转用的夕照剑舞，以及
5转出6转用的火种。毕竟这种上一个赛季出下一个赛季强力流派技能的神人操作策划也不是第一次做了。4转5转的万金油战术应变，在这个赛季说实话也是接近被淘汰的边缘了。在增伤效果上没有破魂和奥施高，在减伤上面也达不到前几个赛季的程度了。不过持续性增伤还是很优秀的。目前还不太确定修罗之手在后续赛季的表现。不过每当超标技能被设计出来，机制简单粗暴的修罗都能重新使用。强袭破甲依然是能在每一个赛季中吃到红利，只要斗士的输出还来自战绩而不是秘法，强袭破甲就是永远不变的老油条。不出意外，应该能跟贤者的复仇一样活到游戏倒闭。绝气斩目前用处挺大，不过不仅是因为破甲的原因，还有就是因为绝气斩是目前伤害最高的优先大体型目标技能。火焰随身在圣兽和混沌中已经被彻底淘汰，但是搭配浴血和熊猫，在副本中表现变好了许多，有时候甚至比6转的处决秘法还好使。不过要注意，火焰随身搭配剑舞打单体是不会多次触发的，只有打群的时候才会触发，因为火焰随身的机制是进入敌方1格内的范围才会触发。总的来说，目前的斗士的体验是全职业中最好的。从机制上来看，这次转职中魔印和浴血这2个是比较能保值的，剩下的技能的都偏向赛季类，能活过下个赛季应该是谢天谢地了。那么这期斗士6转技能分享就先到这里了，如果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